对第一代移民来讲，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经济状况，在一个新土地上、新环境中想要扎根、文化适应，在这你找到归属感，或者你的下一代站稳脚跟之前，我们都是在这块土地上要漂流的人。丁胖的这个父亲来传福音呢，因为20年前我就是从这儿起家的。最艰难的时候，在这度过了好几年的日子。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一批走线的人会到达这里，每天到100、200、300、500人，在广场里面，每周供4顿饭，过来吃饭，免费。我起初并没有要做教会，因为我不就去读神学院了。神学对，2016年10月份开始入学，读到了2018年的4月的时候，我才读了10门课。读完那个硕士课要36门课。哦，36个。对，当然我是读 part time， 没有那么多时间嘛。那 part time 呢，要读6年吧，差不多能读完。对，当时读了1年半，读了10门课，遇到一个特殊的神的呼召。2018年的4月1号，那天是复活节，也是愚人节。然后我当时正在寻求下一步的方向，我离开了我当时的教会，我想去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和服侍。我在想我去哪儿呢？我去哪儿呢？复活节那天呢，我和太太带俩孩子上山了，他听听诗歌，然后也祷告，就山上走了2个多小时，一直在享受接下来怎么安排。结果从山上下来，到了 Upland 一个日式料理的餐馆，然后我们在点菜的时候，我这手拿着 menu， 那边在点菜，我还在想这个事情，我说接下来怎么安排？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位姊妹跟我说，万长老，那个时候我是长老，你应该自己建立一个教会，你可以的。我说我相信将来我可以，但现在我在读神学，读书很累，现在不行。他说神给你祝福太多了，你为神做的不够。其实他就是鼓励我，或许神让我建立教会，可能吧，但是这怎么做呀？什么都没有啊。对，建立教会，你得有神的呼召，你得有一个地方，对吧？然后你有一群人，用我自己有限的智慧思维，这样说，你要是成立一间教会，得有一个教堂啊。要是没有一个地方，你去哪做教会呢？我想说，附近有没有卖教堂的？然后我就打开这个 LoopNet，有一个 APP 叫 LoopNet，上面都卖很多的 Office 啊、Warehouse Building，就这样的。我那一段吧，常常在上面看，因为将来要做一些投资，然后我就打开这 LoopNet，这大约是这样的。我这手拿着 menu，右手就是胡乱点的，就打开，然后这么一点，迅速的第2下，结果你点每个红点吧，哎，下面就会出来一个是个类型的一个类型，对。然后我就看到上面一句话叫 "Religions Property for Sale"，就是我有这个想法，说那个人让我说你可以做教会，我说做教会，考虑考虑，结果打开一点，一个教堂出来了，前后不会超过30秒，10秒20秒吧。我一看到说 "Religions Property for Sale"，我一下被震住了，我就再点开，上面有一个教堂，140万美金，2天前上市的，整个这地区100多个红点，就这一个教堂。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神向我们说话了，你看很神奇啊，这个事情，神跟我们说话了，让我们买这个教堂，然后呢，自己建教会。我太太一听，也不能否认呢这个事情，我们俩从来没讨论过说建教会买教堂的事儿嘛。说那我们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就开车过去了，看那个教堂。那买教堂的钱有没有呢？有的，因为过去2年在我的账户里累积了200万美金。这200万美金呢，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些项目，然后赚了一些钱，分红再分红，我就全都放在这里了。税后的就放在这儿，为了是想是预备什么呢？万一司法部要起诉我了，不要打官司吗？因为我的律师跟我说，他一旦起诉你，你需要150万到200万美金的律师费。那我想说，当然公司可以出这个钱，可是公司出这钱你还得调动现金流做生意嘛。我就先准备个这个钱呢，就是万一你要起诉了，我就这个钱就有了，律师就开始花，就开始打官司，对吧？这个钱其实真的是为打官司准备的。过了2年，一直没有消息，也没被起诉，很多人都被起诉了，也不知道有事儿还是没事儿。那我常常就想说，要不然把这钱花了，投资
结果呢，那天我看到教堂，我就知道了，上帝的意思，用这200万把这教堂买了。我和我太太看完这个，经历这个神迹，没讨论，直接同意了。神要我们买这个怎么样？我和他说行，就这样，我们就决定要用我的钱买这个教堂。那相当于是个人名义把这个教堂买下来。对，就是我们个人先买下来了。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然后你就建了教会，教会在这用就好了。你也可以租给教会，对吧？但很少钱的，所谓的租就是正常的公益性的1/10差不多。结果呢，我们就要开始买，买了1周以后，竟然没买到，教堂没买到，被别人抢走了。那天说出来结果了，说对不起，我们没卖给你，卖给别人了。那我当时一下子就有点懵。1周之前用这么神奇的方式看到这个教堂，然后神让我们买教堂，我和我太太都同意了。没有这么神的方式，我太太能同意吗？因为我是在这个信仰是比较 aggressive， 就是比较激烈一点，我太太保守，没有这个事情她不会同意的。对，结果她也同意了，我也同意了，结果没买到。我心里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们通常认为就是神在你里面跟你说话，就自己问自己，但也是神问你的，说其实没有教堂，你能不能做教会？其实通常教会的建立，并不是说要买个教堂然后建立教会，你这个其实也是非常规的。他让我走正规的方式。后来我们怎么开始的？在我家客厅里，我教门徒训练，就是带圣经，有10几个、20个人跟着我，然后查经学习了3个月以后，我们建立了教会，租了一个场地，在 Rancho Cucamonga，下午聚会，1个月2000来块钱，2100，很便宜，也有场地你就做就好了。是一个教堂吗？还是一个教堂的一个小的 chapel，能坐小个180人，但是我们只有30个人啊，我就成为长老，就是创立教会的长老，然后在那边带领教会，就像做牧师的职分。对，那这个事不就没了，就是过了嘛，对吧？你就带教会了就好了。很神奇的是，2018年4月1号，我们看到这个教堂，我们愿意把钱花了买了，结果5月18号我不就收到那个司法部给的那个信嘛，就把我们 release 了，就是让你们走了，let you go，你们无罪 free 了，对没问题了。他让我们走了，我这200万就真的 release 了，现在没有任何负担了。买教堂也没买成，教会也成立了。我当时想说，神就不让我买教堂，然后呢，打官司也不需要了，200万得花了，不能一直放着，对不对？我当时想说，我想买这个，想买那个的。有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呢，我太太睡着了，11点了，然后我就想，我这个钱花干什么呢？买点啥呢？然后我就打开那个 Zillow 上面都是放那个房地产的嘛，投资房什么度假屋啊，就看，哇，那天就看的是欲罢不能了，对，看到1点钟，看了好几个很好的房子，买这个在海边的，能看到海景的，买下来将来让他去住一下，反正这钱要花掉嘛。到1点钟的时候，我突然间里面有一个意念，问我自己的：你多久没看教堂了？我很久没看了呀，上次结束以后我就再没看过了。教会都成立了，干嘛还买教堂了？上次我想买没买成，我想神也不让买呀，对不对？我就换了一个 app，又回到那个 LoopNet 了。对，这次呢是搜的，我一搜，附近有一个大教堂，上市卖，2天前上市的。我就想说不对，这个钱呢，当初我和我太太都已经讲好了，把这个钱奉献给神买教堂，现在不用买了。我拿它去买投资屋、度假屋的时候，心里有点不平安。这个事情我都已经同意要献给神了，你这个信仰的力量是很大的。真心信的人，你已经决定了把一个好的东西，哪怕你的恩赐、你的金钱还有生命哈，说神啊，我把这个献给你。你献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喜乐的，因为这是真正的信仰。可是呢，献完以后，然后没献成，拿回来了，你就想说，为啥神没要呢？我怎么没献成呢？我先拿这个要去做别的，就亏，就觉得自己好像跟神的关系亏欠了，还是应该把这个钱奉献给神买教堂。于是我就立定心志了，我说这个钱我就留着买教堂。如果神愿意悦纳，就会给我看见一个教堂；不悦纳呢，我就等，我就去买这个了。新看到这新个，看的这个，结果买了1个月又买到，没买到我也就继续等。我说那等下一个，结果第3个被我买到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教堂是在哪里？
在圣地马斯。用神的荣耀来显明出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你好啊，老乡。这教堂当时是 listing 是295万，哇！但是它非常的陈旧，你一看就知道买过来以后没有个几十万美金装修是很难用的，对，太老了。结果就买下来了，295万买下来了。那你那个时候现金是够的吗？是不够，你还我只有不到200万了，当时197、8万，那我给了他180万的当配，然后就开始装修。那装修第一阶段3个月花25万，但我都没有了，因为我只有10来万嘛，是吧？还有生活呀、房贷呀什么的，那账户里啥都没有了，对，就等着工资啊，工资开了支，扣完税拿起来装修，装修了3个月，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奉献进去了，都奉献进去了，对，就是装修，装到第一个阶段吧，装修我们用了25万美金，结果后来呢，就疫情了嘛，装修完以后就是到8、9月份了，2019年的8、9月份了。然后我们10月份做了一个献堂礼，献堂礼就是很多人来，然后我们教会现在在这儿正式把这个教堂献给神了，我们在这聚会了，这是我们奉献的啊，虽然是我个人奉献的，但是也是教会弟兄姊妹也跟着开心嘛，就是说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奉献。结果10月20号呢，献堂礼结束了，3个月以后。中国疫情爆发，美国疫情也爆发，2020年，结果到了3月份，我们就大家全回家了，这个教堂就空了，闲置在那儿了。很多人呢，当时会觉得说，哇，还买啥教堂？以后都改成 Zoom 上线上活动了，以后都 virtual 的了，大家不需要实体了，谁也不见谁了。完了，你这钱白花了，当时觉得。但是我不这么看，因为我本身买这个教堂，就是跟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故事，所以说。对不对？根本都不是我考虑的。如果按照说合不合理，我本来就不应该再买了。已经都教会也有了，你租个地方也好几百万美金，你可以用它更好的来使用，是不是？租场地呀，你可以怎么样都可以呀。这不是我考虑的，就神让我做我就做，这是我的职责。于是大家都回家，我就继续投钱，又花了25万。重新翻修了很多地方，直到2021年7月份，然后教会重新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只有10个人，没人了，人都没回来，很多人没回来，80%的人没回来。他们就是因为有去别的教会的了，去其他教会了，去其他教会的了。因为我本身当时我们才建立嘛，才1年多一点的时间，关系没有那么深厚，整个的系统建立也没有那么扎实，所以说。1年半的时间没有见面，你想，事情都变了，好多人都搬到外州去了，所以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很少的人守着一个极大的教堂，我们在这边要重新开始。但是，神的作为是奇妙的，神的计划也不会落空。从2021年我们回来，4年以后，从10个人，我们这边最多的时候也有200人在这边聚会。重新兴旺起来了，花了多长时间达到了200人？21年7月份，22、23、24，3年，3年时间，对，那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故事了。对，因为你采访新移民嘛，对吧？过去这几年你也知道的，2022年的年底，10月份吧，10月份，我去蒙市那边去讲一场分享会就是传福音，就讲我自己的生命故事。
这是在那边的教堂呢，还是那在边一个教堂，那边也不是一个教堂，是一个机构。机构？有一位周传道，他请我。周请你传道呢，她老公跟我是神学院的同学。那哦，周传道也是读神学院的，然后他也是传道人，就是联系到我说万长老来到我们这个机构来分享一下传福音，我邀请附近的人来聊一聊，就是请你讲一下生命故事。我讲的是什么？就我刚刚讲的这些内容，其实很多，差不多，我就去了。那天来了70个人，我讲完以后，我就问大家说有没有愿意信耶稣的？哇，没人反应。问以后没人反应，再没人反应。最后有一个人说：“啊，那我愿意吧。”一个姊妹，然后那天有一个人愿意信耶稣，配合。因为当时来的人都是周围附近的老大爷呀、老大妈呀多，我看社区里的、老人院里的，那都是老移民，他们都听多少遍了，对吧？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反正来热闹的还有饭吃，真的是这样的。就认识了周传道，说那万长老有没有感动到这个丁胖子这个附近来传福音呢？当他问我的时候，其实我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呼召，因为20年前我就是从这儿起家的，最艰难的时候在这度过了好几年的日子。那今天也算是事业有成，建立了教会，的确手上是有一些资源嘛，是不是？那他一问我呢，我就想说，这是神问我呀，我从这出来的，这个地方很多人是需要帮助，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禾场。我要是能回来，还是有神美好的旨意。于是我就问周传道，我说你有没有感动，一起同工，我们一起在这做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构。然后周传道也很有感动，因为她回去跟她老公，就我同学商量了一下，说有感动可以，那我们一起配搭。于是我就建立了一个叫生命之光福音中心的一个机构，目标就是在丁胖子广场为中心的传道。这是发生在什么？2022年的10到12月之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一批走线的人会到达这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个别人有到的了，但是没人说，我也不知道，周传道也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有这件事儿。就刚开始很多人不愿意说不愿意说身份，也怎么说呢？就是上帝感动，就把我们给组合，就在那建立了一个生命之光福音中心，就开始他以前那里没有这种类似的这没有个福音中心是吧？那里没有，那是商业一个地界嘛。对对，结果我们就注册呀，怎么样，特别神奇。就在那2个月，11月份的时候，上帝还出手了，给了我们23万美金。他是怎么给的你？我太太认识我们之前女儿的一个游泳教练，游泳教练的朋友在一个公司打工，他那个公司在访他呢，是一个卖服装的公司。他为了要上市，当时需要在2022年年底把一些卖不掉的货给捐出，当然也卖不掉了。为啥捐呢？我自己分析的。然后你上市说，哇，你这个很多负资产，我把这个捐了，不是做慈善了。捐多少呢？53尺的大卡车，满满的25车，70多万件衣服，70多万件。他跟我太太说他们要捐这个衣服，你们教会有没有兴趣？回来跟我说，我说别拒绝，我去看看。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一看那个仓库，哇，40万尺的仓库，里面过上亿美金的衣服。他说我们捐，这些全捐了，25个车，25个 truckload，你要不要？我说可以要啊，那当然白给你，捐你嘛，捐教会给他出免税嘛。他说但是2周之内必须拿走。我说我要。他说放哪儿呢？我说放我公司去吧，我们公司帮教会放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仓库。我们仓库小，25000尺的仓库，还有我们自己的货，历尽千难万险呐。我们用2周时间把它25个货柜给拿来了，放在我们的仓库。来了以后我就卖，再卖，然后再卖，必须快速卖掉，然后再进。最终呢，卖掉了15个柜，然后在我们公司挤呀挤，到处都是挤的，对，像山一样，挤了10个货柜，最终做成了这件事儿。我们一共卖了多少钱呢？卖了23万美金。哦，是教会的，因为是捐给你教会的嘛。对，然后你教会想办法把它变现，变现了。对，就是很便宜的卖掉，就很多的商家呀来买呀，就便宜卖他们，对1/10的价格相当于是。那这23万美金就是我们教会的资产嘛，跟我们公司没关系，我们公司就免费帮着做物流，还免费付了1万美金的运费，实际上才卖了22万，对，花了1万美金的运费。我说算了，那个我们公司奉献了。教会就收到了23万美金。拿这个捐赠之前呢，我就跟教会的那些领袖们说了，我说这笔钱的一半付给生命之光，由生命之光去传福音，
当然，你说当时给谁传福音，我们也不知道。这发生在11月份到12月份。那到了1月份的时候，走线的大军就到了，每天到100、200、300、500人，在广场里面，我们就遇到每天会到啊那么多人，对对，最多那时候3、4月份的时候是高峰，就每天到很多很多人呢，广场上全是人，都是刚到达的。那我们就明白了，是原来上帝把我们先带到这儿来了，然后呢，让我也有了同工，就是周全的，钱也给你了，我们也注册了生命之光，然后就遇到这些人，不用再去任何的犹疑思考，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他把你先带到这儿，照顾这些人，钱也给你了，所以第1年我把10亿完全花了，就是给饭，每周供4顿饭，过来吃饭免费，然后布道传福音，给他们上课接待。我第1年就把10几万花没了，人多呀，我们接待了1万多人。第1年接待了5000人，是23年，24年又接待了几千人，然后后来持续的还有，那个中心呢就在丁方广场里面，一直到今天还有。对，所以第2年我们就得募款了，我们就去募款，到今天还在做这件事。回到讲我那个教堂，就是2021年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教堂空空如也。但你知道这个教堂的背景很有意思，这是我看到第3个教堂。我进来的时候，这次我是势在必得，叫志在必得，因为前2个都没买到，不是我不想买，是都被别人抢走了。第3个我说我要做好准备，这次不能再失败了，如果是神给的，一定得买到。我进来那个教堂，那个 broker 呢，就是他们教堂的一个弟兄，进来以后就问我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教堂吗？我说什么教堂？他说这个是清教徒的教堂，叫 Puritan Christian。说你知道清教徒吗？我说知道，清教徒不就是5月花号上面那群清教徒吗？然后来美国逃难，难民都是，第1年就冻死了好多人，然后印第安人帮助了他们，然后他们活过来了，对吧？于是就有了感恩节，然后他们就陆续的更多人来，慢慢建立了美国，就这样。他说对对对，这个就是这群人的宗派，按照清教徒的风格建的，很有历史意义和传统。哇，我一想跟美国历史都紧密的连接起来了。我说那为啥要卖呢？他说现在没人了，没落了，这教会没落了。那他说你为啥要买呢？那我想说我得打动他呀，因为我之前买都不卖给我。我就说我为啥买它，你知道吧？因为我就是当代的清教徒，我20年前来美国什么都没有，用英文讲的 very simple English， 我很穷，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信了上帝，我信了神，信耶稣，神给我很多祝福，我现在有这个财力，我自己要买下来，把它重新翻新，用它来重新祝福美国社区。我就这么说的，他一下被感动了，说哇，你的故事 very beautiful， 我要把你这个告诉那个 committee， 就是卖方，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教会组织嘛，我要告诉那个 committee 你的故事。然后他就给我很多指点，他说你要想买到吧，你首先出价得是全款，现在有10家在竞争这个 building， 你要出全款呢，我再把你的故事告诉他们，我把你放第1位。我说好，可以出全款，就这样签了一个 offer， 他就拿走了。我说什么时候能够给信儿？他说他们要投票，2周之内投票，那是周4，结果到了周日3、4天以后，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那天是2019年2月24号，这个2月24号是个很特别神奇的一个数字啊，因为我当年17年前来美国，第一次走进教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教会，就是2002年2月24号，加了17年。那个时候我已经自己在带教会了嘛，然后教会都结束了，我还跟大家分享，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教会的17年纪念日。因为基督徒常常说17呢，7就代表神嘛，1就代表我，就是神与我同在的意思，所以17年很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就讲完了，大家最后都吃完饭，大家散了。我在关门的时候，电话响了，就那个 broker， 他说亲爱的 dear brother congratulations， 感谢你 you got it， 说你得到这个教堂了，我把你的故事给他们讲了，他们很感动。当然你出的钱也是最多的，但是呢有4个人出同样的钱跟你一样多，卖给你比较放心，卖给你，你得着了。于是我就买到了这个历史建筑。其实不完全是钱的事儿，这个事情其实对我的激励是很大的，让我真正的在这块土地上感受到了自己融入到了这个国家，扎下了根，自己属于这个地方，自己祝福了这块土地。因为这个教堂可不是一般人建的教堂，这是清教徒的教堂，
这是跟美国历史紧密相连的。这个建筑是当地市政府的历史性建筑，不能随便乱改的。今天你能买下来，你的责任是什么呢？把它收拾好，然后祝福别人。所以我一直就是秉着这个心态，说我用这个 building 能够祝福任何人，我都愿意，因为这是出于神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就这样，那个把它融合起来。丁胖子广场那边的新移民传福音给他们，他那边吃饭。那吃饭以后，星期天要做礼拜呀，要去教会呀，对不对？那去哪个教会呢？他们都认我们嘛。我说好，来我们圣地玛斯教堂吧。这么远怎么去呀？找车接呀。组织每周日接50个人过来，慢慢的有人有车了，自己开车，然后再接。起初没有车，我就打 Uber。我们有几个月时间用 Uber 接，叫 Uber 去接他。就 Uber 接，50个人在那个广场上等着去教会。你说你找个大车，上哪找大车？我说就打 Uber 吧，6个人一车，一趟$60，再来回来呢$120。50个人呢，你想得多少车呀？对，这个钱还不能完全用教会去出嘛。你跟教会财务说，我今天接丁胖子广场的人打 Uber 花了$600，那一天教会财务肯定没办法给你报销，这不合理吗？觉得是不是？好，我说没事，我有个 Uber 卡，我划我这里快递卡，我给你打，然后就不停的打，不停的打。有时候我找一个弟兄，我说你奉献2个 Uber 行不行？看有谁愿意奉献的，对，大家分摊一下嘛，别一个人出钱。反正我们就是做这件事儿，在人看来我们都是有点疯狂，不合理。很多事情你必须这么做，你才能做成。做 Uber 的人，他们心里明白的。哇，这教会花这么多钱把我接过来，有什么图吗？图我什么吗？是不是？是不是要害我呀？骗我？其实完全不是。来了几次发现，哦，原来真不是，真的就是对我们很好。就大家就都到了这个圣地玛斯教堂，教堂迅速人就增加了，后来增加到200人。那我们现在因为在蒙市成立了分堂嘛，又分出去了几十人，对，然后就他们可以礼拜的时候不用了。就后来就不接了，接了2年也没有一直花这么多钱，每个礼拜打 Uber 就做了2、3个月。后来大家都买车了，买车的人呢就说可别打 Uber 了，这也太贵了。对，我来，就很多人都来接，很多人来接，就以至于后来很快不需要打 Uber 了，每个礼拜天都有8到10辆，就是弟兄姊妹，就是也是新来的，他们买了车就主动把人接过来了。你看这个故事多美！你要开始没有这个不计代价的奉献，怎么能有后来的感动人心，大家都来接呢？是不是？圣地玛斯教堂呢，接待了很多很多的新移民，也是走线客。那我就感受到上帝的一个奇妙的计划。你说这个教堂当年清教徒都是来逃难的吗？他们有了自己的这个教会，有了自己的一个宗派，然后他们建了很多教堂。现在他们人不在了，神让我把它买下来，买了啊，买了以后没人。结果后来我明白，哦，原来预备疫情以后要接待这批走线的弟兄姊妹的，我觉得很美好，对，所以我心里很满足。我觉得走线这一批跟当年的那个清教徒可能也有点相似的地方，我觉得。有，那相似的只能说是那些来了以后真正找到信仰的人，那他们是真正的连接在一起对了，有相似的。对，如果他没找到信仰呢，或者只是利用教会呢，那还不能说有什么相似不相似。对，但是你要想，当年的清教徒来的时候也是鱼龙混杂呀，后来杀印第安人呐、怎么样的，也有什么人都有，对不对？那个历史的进程中也来了很多人，也不都是真正的跟上帝有关的人，但是的的确确很多跟上帝有关。今天也是一样，在这批人当中，很多真的跟神有关，但是很多人也没关，是利用神的。嗯，那又怎么样呢？万牧师应该是也是见过很多这样的移民的，对吧？就对对对。如果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在利用教会你的心里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基本没有变化，不能100%，但是我要告诉我自己说，你不要有变化，因为神给我的责任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把福音活出来。活出来以后，至于说谁能够成为真正的被神拣选的人，那是在主权在神，不在我。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在这点上，我们要承认上帝没有把完全的启示给我，说让我能够分辨说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虽然你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可以看出来，甚至也看个8、9不离10，但是呢，
不是100%的，你就不能盖棺定论。你不知道2年、10年、20年以后他是不是，很可能今天这个不完美的、有所瑕疵的，甚至虚假的一个过程，正在酝酿着10年以后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神的选民，或者教会的领袖呢？这个只有上帝的智慧才能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对每个人都保持一个相信、谦卑的态度去对他们，哪怕他骗我，尽量的把真理交给他，把真理活给他，期待说有一天神能够拣选他，就是这样。你讲明白了以后就没有纠结了。今天太多人太纠结这件事儿了，他们就是过度纠结，就是纠结什么呢？他们都不真呢，有一些都是欺骗的，你还给他传，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心想，这个问题是我要解决的吗？如果你非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你的智慧比神智慧还高，你走神前面去了，自以为是，那就不对了。其实你只要把福音活在他面前就够了。所以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没有心理负担。我被骗了，我也不会觉得痛苦，否则的痛苦死了呀。你对10个人好，结果8个人都骗你，或者都出卖你，都拒绝或者不感谢你，你会心里压力特别大，觉得自己在干什么呀，对不对？耶稣传道的时候，他治了10个大麻风病人，只有1个人回来感谢他了，那9个人都不见了。耶稣说：“我不是治了10个人吗？怎么就1个人回来了？那9个人呢？那9个人不感谢你，甚至将来因为你没做好，反而还怪你，甚至还恨你，这不就是正常的吗？对。世界上的人的问题就是如此啊。”那这个教会现在维持运营的话，它是需要很多的一些社会的捐助，还是大家的奉献呢？我们教会就是大家奉献，大家奉献。那当然就是当年我们不是拿到了那个衣服嘛，那收到了一笔捐赠，但是不是每年都有，那就那一次赶上了，所以才神奇嘛。所以说对。还是出于神特别的预备嘛。那所以我们教会的收入就是弟兄姊妹的奉献，我们在奉献上是有扎实的教导。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委身教会，你奉献是你的责任，其实是圣经中也是这么要求的，应该的。但是我们不会刻意的给任何人压力，然后不会在奉献上过多的做一些什么文章、什么策略呀什么的，像做市场 marketing 似的，我们没有，甚至我们也不传那个奉献袋儿，就希望说你有心你就做，没心呢就别做。但是我们教会过去这3、4年，财务收到的奉献增加了很多很多。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如果把生命活在人前了，大家看、认可这群人真的是信主的、爱主的，他们是真实的在做神的工，那他们就也被感动，也愿意参与。于是大家奉献在增加，持续的增加，我们增加很多，财务非常健康，感谢主。当然，这有一点我们教会都知道，就是我是我们教会奉献最多的人，也是做了一个表率。对，因为我有收入嘛。对，有这个事业在这儿嘛，我有固定的收入，你收入自然就应该奉献呢。10亿奉献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必须的。当然，很多基督徒没做到，我们也不去给压力说论证你怎么没做到呢，对不对？这不能说嘛。所以说不需要去太纠结任何事情。我也觉得，就是整个美国的这个社会跟基督教是很有联系在一起的。对，对。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本身几百年前，美国就是清教徒400年前嘛，清教徒到了美国，250年前建立了美国独立，整个这个过程中都是基督徒主导的。所以美国其实不是一个基督教国教的国家，但是呢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所主导的国家。但是呢，到今天这么说呢，已经事情变得复杂化了。就说今天的美国很高比例的人群，他们在脱离基督教，变成无神论、人本主义，就是后现代啊、多元呐，觉得说，哎，我自己的思想需要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就是我的神，在往脱离基督教的路上走的，像欧洲已经走得更严重了。对，美国还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这个趋势。那就也有这个趋势。对。但是美国呢，有一群坚持的基督徒，我发现只有美国还有了这群坚持的基督徒，他们成为了一个平衡。对，所以美国的基督信仰的底蕴还是在的。我们从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地方出来了之后，
然后来了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国内的和美国的一些不一样嘛。确实，就是说，美国呢，因为有这个基督信仰的作为文化底蕴，对吧？那文化底蕴呢，其实是建立在它的宗教信仰的磐石上的，就是先有宗教，然后是文化，然后有社会的这些规则。美国这个基督的根基还在，然后文化也在，在这个基础上的美国人呢，他首先有敬畏之心，然后呢，他强调的是邻舍的彼此相爱，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友好。接纳也是从信仰的根基出来的文化，诚信系统。比如说250年前他写美国宪法的时候，那些开国先贤们、立法者，这部宪法是写给基督徒的，他们认为这些国民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于是这个法律就特别适合他们。这就是美国，所以也的确在这套非常美好的这个法律、宗教、文化，然后建立起来的系统，美国成为了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那这就是美国的根本，美国的底蕴，它的成功之道。但是现在呢，因为过去这几十年，美国接待了太多的移民了，带来了无神论、没有宗教、其他宗教。咱们这些移民哈，当他没有基督信仰的时候，其实他和美国的这套原来的体系有点格格不入。那格格不入呢，他就因为人数多，他就慢慢去改嘛。碰撞的时候，他就要改变原来的这个系统。所以美国在改变当中，似乎让人感觉到说，大家在摒弃原来的很多的好的东西，然后加上了很多 diversify 分门别类的东西要加进来，这使得美国现在面临了今天的挑战。这个挑战呢，就是人们常说的美国在走下坡路。因为它乱嘛，对，比如说美国两党，对，两党不和，现在就像仇人一样，那就给其他的跟他竞争的国家就看到了机会。美国今天竟然是这样分裂呀、不和呀，我们击败美国的机会来了。我对美国的看法是这样的，对，的确，美国也有美国的挑战和现在他所面临的问题。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吧，然后也希望在更多的新移民，不管是在哪里，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真实的故事是最打动人的，对，很有生命力。在这你找到归属感，或者你的下一代站稳脚跟之前，我们都是在这块土地上要漂流的。